而且你就算把2条腿掰开这么拉，其实都是很费劲的才能把它揪开。哇，这个，哎，太紧了！来吧，新玩具 TH01天火的大货出货了。之前我们有玩过样板阶段的产品，身上的问题还是不少的。看看这回的大货素质有什么样的改变吧。峰会图依旧是天火机型的线稿，但盒子的颜色和样板件时候不太一样了。之前的盒子是这样啊，厚度感觉这个盒子的质量会比大货版本更好一些。官方正版说明书是画出来的线稿，而 KO 版本直接是拍照的形式，这样会更加的直观一些。配件内容左面是大货，右边是样板，基本上的区别也不大，包括小人的一些涂装。而且之前人们在说的这个脸涂的有点黢黑啊，但是大货版本似乎也没有改，依旧是这个偏黑一些的面庞。颜色是差不离的，唯一改动的地方是这个战斗面具啊，样板阶段的时候是透明的，大货的时候改成了这种透明蓝。额外的一个兜里边也是装着2个派系的胸牌。来看一下这回大货版的实物素质吧。其实这一回的密合程度，我觉得比样板件要强出来很多啊。尤其是背包后方这一块的维度锁扣，样板件这里是扣不住的。大货我看了一下，它在里边削掉了一个维度。所以这个扣子就可以很顺畅的扣上去，而且扣的还很齐。但这么硬生生剪下去一个扣子，稳定性方面肯定是没有官方原版那么强了。然后是背包和小腿连接的这个卡扣，样板件的时候插不到底啊，里边也是顶着。这一回主要调整了里边的这块腿板，然后这个扣子就能完全的插进去了。最主要的是，这回的大货版本金翼终于装的是对的了，之前样板件那个我装顺边了。另外一个点就是红色的部分，在样板件的时候啊，蹭漆的现象特别的严重。这一回的漆面外边好像是喷了一层光油，所以蹭漆的现象多少还是会有啊，但比样板件阶段的时候要好不少了。感觉这一次的大货版本其实比样板件还紧。虽然它背包里边的滑道已经上了油了，我明显能看到那个润滑油的存在，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翻模的问题，或者说是螺丝上的过紧的问题啊，这些滑道还是第一次变形特别紧，特别难受。变了2、3次以后可能就好一些了。然后我们变形一下，看看人形的素质怎么样。之前结构这一块我们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，就不多废话了，直接开变。主要还是看一下它在变形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，还有就是在手感上，第一上手体验的这个感觉如何。好，把腿掰下来，依旧还是滑道的这些地方会特别的紧，不过明显感觉好像比样板件的时候稍微的好了一点点，你使点力是可以把它抠开的。样板件那个就是拉起来更费劲了，还行，能感觉到润滑油已经上进去了。这一块的梯形咬钩啊，它在这里边变成了一个尼龙的卡子。这里插的时候，尤其第一次变形，这个尼龙的3爪子特别的有劲儿。然后依旧用我们的老手法。这个在正版天火的时候跟大家说过，3指方向用力，跟这样往开拖这个记形钩。这一块的锁钩它取消了一个维度的卡子，所以就等于是单方向扣上去的，这样拆和装都是比较方便的，肯定稳定性就会差一些了。往里推这一块的滑道时会特别的紧，还有肩膀位置的这一块往出滑，也是
你得用点工具撬一下，用手指甲，其实前边还好啊，这些还是松紧度合适的，但是顶到头变形到位的话，明显感觉到这里边就卡住了。你再想用手指头抠是非常费力的，抠不出来。用个细一点的改锥进去撬它一下，只要撬松了前面，后边就好出了。同时，这里的无损扣子也是尼龙的零件，夹起来特别的紧。扣上去嘎巴一声，非常的清脆，但想往下拆的时候啊，得用很大的力，而且声音也很惊悚。但是不用担心啊，这个尼龙的韧性很好，滑道缩的时候也挺紧的。注意这里边的扣子定位咬合。手臂在往出拉的时候，记得稍微的旋转一下，再往出展。这个官方原版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它手会很大。最难的一个过程啊，来收纳这个背包，主要的问题就是紧。这回明显的感觉到应该是上了一些润滑油的，比之前的版本稍微好一些啊，但依旧这两个白色的滑道在往上推的时候特别的紧。翅膀这一块滑动还好吧，挺顺滑的就上来了。我们把它推到头，先把这一块结合住，咬回去。在滑道往上推的时候，注意这个边缘的夹角不要阻碍到，然后看往上推走向，注意这一块的避让。好，还是用了点力气啊，但是可以推到位。尤其这块白色的零件在滑到头的时候，到了差不多这个位置，就明显感觉到阻尼了。再往上推就更加的生涩，而且你这个时候想揪，其实都很难揪开，得左一下，右一下，一点点的往开揉它。这个地方太紧了。但推满以后，我们也能看到背包的这一块拼合是很齐的，也不会出现那个缝子了。接着我们把尾喷缩短。左右夹起来，哎，这个滑道左右滑道很舒服啊，直接就可以到位，而且里边的卡子也能扣得住。这里 Z 字拉下来，弹簧插进去，最后翅膀角度往里一插，那么好，这个背包我们就缩小了。其实看一下还是严丝合缝的，如果变到位的话，背包准度来说还是不错啊，就是手感方面紧。最后一步也是把分开的胯缩进去，哇，明显的感觉这个胯的轴松紧度也增强了呀，看，很吃力的才能把它捏进去啊。这个官方原版的时候，其实这一块滑动是很松的，你在活动腿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就容易把它脱开啊。这一回的 KO 版呢，哇，看拔都很费劲。面雕这一块依旧跟原先的版本差不多，是这么灰黢黢的。其实我之前有跟他提过意见，我说能不能照着 FT 的那个头雕做一个出来啊 ？FT 那天火的头雕做的非常的帅，但厂商给到的反馈是来不及再加零件了，因为还得重新开模具啊。然后关键的东西来了，我想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东西，这款天火站立究竟稳不稳？右边样板阶段的时候，我说它会容易后仰，因为背包过重了，而且样板阶段嘛，胯关节、膝盖、脚踝这里是尼龙的关节，尼龙的韧性虽好啊，但是它的硬度不够，所以会晃晃悠悠的。好在是脚后跟比较大，这里还能撑得住。但大货的版本这一块站的就是非常的笔直了，关键的问题就出在了胯关节换成了合金件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样板件的这个虚位情况，这条腿是来回的晃悠的，虚位包括这个关节1齿和1齿之间做成了大齿牙，虚位特别严重。还有就是这一块的一个活动关节，裙甲上的这个齿牙也很松，这里也会晃动。
所以光就这2个的虚位，就让这款天火站起来已经非常不靠谱了。之前也给大家说过，胯部主要是因为尼龙零件的关系，韧性好了，看这虚位，晃得很厉害。这是这回的大货版本，这里整个换成了合金件，所以这一回的胯关节，你看掰1齿的稳定性，特别紧的一个齿轮，所以站得非常的稳。然后更重要的地方，样板其实和官方的 MP 原版是一样的，它这里是大齿牙，所以一个 A 字1齿摆开以后是这么大的幅度。另外就是看看这个虚位，站在那里还是容易劈叉的。本身 KO 的样板还容易后晃摔倒，尼龙的关节韧性太足了，就导致了这款样板站立的稳定性特别的差。大货把胯改成了小齿，再加上这个轴的支撑力度啊，这小齿牙完全没有什么问题。我觉得齿牙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，就是因为这个合金胯这一块的轴就撑得很紧了。况且这条腿的分量还不轻啊，脚丫子是合金的，给你们撞撞听听响。胯关节的修改也终于让天火这一款模具能做一个非常漂亮稳定的 A 字站立了。好的，这就是大货与样板的实际对比了。TH01这一款天火，其实在样板阶段的时候，身上的问题还是挺多的。之前厂商也是许诺了，在后续出大货的时候会进行一些调整。目前我们看到的，虽然调整的并不完善吧，第一个头雕没有重新做一个出来，官方原版这个头雕，说实话真的太丑了。强烈建议厂商啊，后边如果说还能推出个 DLC 配件包什么的，照着 FT 的那个头雕做一个，给大家当成配件，哪怕你另外售卖10几20块钱换上去也行。再一个就是在变形手感方面，大货版本会比样板的时候这些推拉滑动的轴更紧1个度，虽然说有了润滑油了已经，但是感觉组装的过程中好像比这个装的更紧了。所以我觉得在组装的环节，或者说最后质检出厂的环节的时候，尽量检查一下这些滑道的手感，不然尤其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啊，这个是相当吃力的，尤其这玩意儿这么大的个儿啊，我估计其实厂商是想把它装紧一点，让它最后结合起来更加的稳定啊，但换来的代价就是玩家把玩起来非常的不顺手，而且肯定会蹭漆，只要紧的肯定会磨掉的。那么得嘞，这款 TH01天火的大货样板对比就是这样了。这个胯你觉得怎么样呢？